明朝历史上有很多悬案，比如明末的挺机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，再比如明初建文帝朱允炆神秘失踪一案。而在明朝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案子，真相却更扑朔迷离。这个案子的主角曾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将领，虽然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，但他在朱元璋麾下的地位却很高。他就是瑞国公杨景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他早在洪武15年就因病去世了。但在17年后，朱棣起兵靖难时，他的麾下却出现了一个叫杨景的老将。两个杨景会是同一个人吗？杨景是资历最老的明朝开国元勋之一。根据明史记载，杨景与朱元璋相识于红巾军，两人起初是战友。随着朱元璋取代郭子兴的地位，杨景也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员。明朝将星璀璨，论战功，杨景虽然跟着朱元璋也打过不少胜仗，但缺少一次独当一面的战绩，因而声名不显。但朱元璋对杨景却足够看重。据明史记载，洪武元年的北伐时，朱元璋曾下旨确定军队指挥的顺序，徐达在就听命于徐达，否则就听命于常遇春，常遇春不在就听命于冯胜，冯胜之后则是汤和，汤和后面则是杨景。换句话说，朱元璋为此次北伐选定了5位统领，依次是徐达、常遇春、冯胜、汤和、杨景。前4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明初名将，杨景虽然居于4人之下，但能作为第5人，已能证明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。要知道，洪武元年的这次北伐，大明精锐尽出，其中不乏傅有德、邓禹这样的名将，而他们都没资格进入朱元璋的这份统领名单之中。洪武3年，众将北伐归来，朱元璋大封功臣，徐达、常遇春、冯胜等人被封为公爵，汤和被封为中山侯，而杨景则被封为荥阳侯，赐免死铁券。杨景在洪武朝还办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差点招降了名声。元朝末年，南方红巾军将领明玉珍进入巴蜀自立为王，建立宁夏政权。明玉珍死后，他的儿子明升继位。朱元璋最初不愿对明升动武，派杨景出使重庆，想劝明升投降。杨景到达宁夏后，劝明升投降。明升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对手，几乎被杨景说服。但因为明升当时年龄尚幼，大权在太后和诸臣手中，大家最终不同意投降，杨景只能悻悻而归。洪武4年，朱元璋派汤和、傅有德兵分2路攻打宁夏，杨景便跟随汤和来到巴蜀，但因为江水暴涨，汤和在瞿塘峡兵败，汤和、杨景2人都受到了朱元璋的责罚。此后的几年，杨景跟随邓禹征讨定城，跟随徐达北伐。到了洪武15年8月，杨景在北平练兵的时候突然病逝。杨景去世，朱元璋念及他的资历和功劳，追封他为瑞国公，谥号武信，并且让杨景的儿子杨通继承荥阳侯爵位。但不久，杨通也战死了。不要以为杨景去世了，他的故事就结束了。事实上，杨景的死亡另有阴谋。在杨景去世8年后，朱元璋查出杨景生前曾参与胡惟庸谋逆一案，并且查出当年瞿塘峡战败后，杨景被朱元璋责罚，心怀不满，曾经策划过谋反。但此时杨景已经去世8年之久，就连他的儿子也死了。朱元璋总不至于和一个死人过不去，所以只是象征性地褫夺了杨景的爵位。然而，朱元璋被杨景骗了，因为在若干年后，杨景竟然死而复生了。明朝建文元年，也就是杨景去世的17年后，由于建文帝急于削藩，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决定清君侧。公元1399年，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，军中竟然又出现了一位名叫杨景的老将。明史记载，靖难之役时，有一位叫杨洪的将领，他父亲叫杨景，祖父叫杨正。由于父亲杨景随朱棣南下的时候战死在了灵璧，杨洪袭成了父亲的职位。朱棣登基后，杨景竟然以百户之身被追封为景国公，谥号武信。有人也许说，这只是一个重名的巧合，就像隋炀帝杨广的墓在2000年后被一个叫杨勇的人挖开一样，也许只是一个历史与我们开的小玩笑。但要说这是巧合，未免太巧了。首先是2个杨景的父亲都叫杨正，其次是2个杨景的谥号都是武信，最后百户只是一个小官。朱棣手下战死的百户、千户不知多少，杨景以百户的身份战死，竟然能被追封为公爵。
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不是普通的百户。当巧合集中在一起，就不是个巧合了。此杨景就是比杨景，两个杨景乃是同一人。更何况杨洪在宣德年间曾在亲笔信中承认，他的父亲晋国公杨景实际上就是洪武朝的瑞国公杨景。他亲手在族谱中写道：洪武15年，因为怕受胡惟庸案牵连，杨景在朱棣、徐达的安排下诈死，从此隐遁。后来朱棣南下，杨景随朱棣战河北、战山东、战江淮。但在洪武4年，为了救燕王朱棣，杨景战死于灵璧。后来朱棣追封杨景为景国公，谥号武信。众所周知，胡惟庸案是洪武4大案之一。此案发生于洪武13年，但此后数十年，不断有人被查出牵连此案。例如李善长是在10年之后才被查出涉及胡惟庸案。胡惟庸案余波很广，前后有20多位勋爵被杀，被处死者多达上万人。考虑到杨景诈死于洪武15年，彼时胡惟庸案仅仅发生2年，而洪武15年，杨景确实在北平练兵。朱棣于洪武13年就藩北平，此时北平正是朱棣的地盘，而明朝魏国公徐达是朱棣的岳父，因此徐达和朱棣帮杨景诈死也是有可能的。胡惟庸案爆发后，杨景深知自己涉及此案，又看到朱元璋对其他涉案人员严惩不贷，杨景心虚，于是趁在北平练兵的机会，找到徐达和朱棣，请求2人帮自己诈死，从此消失于众人的视线中。由于杨景死在北平，朱元璋不可能亲临查看，因此杨景的诈死成功骗过了朱元璋。8年后，朱元璋查出杨景和胡惟庸案有染，但考虑到杨景和儿子已死，朱元璋只是褫夺了杨景家族的爵位。杨景诈死17年后，燕王朱棣挥兵南下，为了报答朱棣之恩，杨景再次带刀上阵。在灵璧之战中，杨景为保护朱棣战死沙场。朱棣登基后，不便公布杨景的真实身份，但为了感念杨景的救命之恩，于是封名义上只是百户的杨景为景国公，仍旧赐谥号武信。不仅如此，朱棣还提拔杨景之子杨洪。杨洪后来在明朝屡立战功，被封为昌平侯。只是史料中从未准确提及杨景的生卒年。考虑到杨景和朱元璋曾同在郭子兴麾下当兵，年龄应该不会相差太大。灵璧之战发生在建文4年，这时候的杨景怎么说也有60、70岁了，如此高龄还能提刀打仗，可谓宝刀不老。